我自己来。我来吧，你别动。金川战事到了节骨眼上，讷亲屡屡失利不说，居然还糊涂到求皇上派遣大师到军中助战。啊，军中竟会有神鬼助战之说，这可会让军心溃败的。讷亲是求胜心切，但也不能坏了军纪人心啊！太后，不好了，太后！讷亲大人擅自回京，皇上大怒。下去吧，太后。哎呦，讷亲真是昏聩，这不是作死吗？讷亲大人是贻误战机，可是太后若能替讷亲大人说几句话，皇上或许会念着太后您和钮祜禄氏的颜面，心软了，可能会放过讷亲大人的。试射战机，哀家说不上话。可是讷亲大人是太后您与钮祜禄氏在前朝的支持，您还是劝一劝吧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皇帝羽翼渐丰，甚有主张。若为此事去向皇帝求情，皇帝今日饶了讷亲，但心中也会埋下对哀家和钮祜禄氏的怨恨，那后患无穷。金川战事之困，皆因讷亲贻误，回朝后还敢推诿责任，实在无耻。你怎不说话呀？皇上说前朝的事，臣妾不敢接话。那朕说后宫的事情吧。讷亲是皇额娘的族人，朕若是杀了她，皇额娘会怪罪朕吗？皇上弑母之孝，想来不会让太后伤心吧？杀一个讷亲，朕要朝廷里面的人看着。朕只用可用之人，绝不因任何人徇私情。是，皇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朝局考虑。你很懂分寸啊。什么？皇帝将讷亲正法于军营？太后节哀，讷亲大人已经被处斩了。皇帝的手段好快呀！太后，您不知道，讷亲大人被皇上赐死后，军中朝中人人惊悚，欲战无不拼命。皇帝杀讷亲，就是要立威服人心，让军中无苟安之念，也让哀家无话可说。王后，哀家在前朝无人倚仗了，皇帝行事越来越老辣了。坐下。走了这会儿，脚疼吗？还撑，慢慢走不打紧的。你的腿健好了，我也就宽心了。哎，索性啊，你老在宫里，我来看你实在不便。哎，皇上已经答应皇贵妃娘娘赐婚于我俩，只要你答应。我不能答应。叫一遍。
你现在在太医院大好的前程，要什么期望没有啊？我年岁渐长，腿又废了，你我实在是不般配。素心，你别说了，我累了，你赶紧回太医院等治。素心，走吧。微臣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怎么了？索性还是没有松口。京城所致，经时未改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越急着想要照顾她，她越觉得配不上你。本宫会慢慢劝她的。谢娘娘。主，不用起来。于妃惦记着你的腿伤，做了一对护膝，要本宫带给你。多谢余主记挂。你这腿伤好起来了，怎么倒躲着江雨冰啊？你和江雨冰自幼就相识，他人品如何，你比我清楚。他可是可以依靠终身的良人啊。奴婢只想继续在主身边伺候主。咱们在一块儿那么久，经过这么多的事儿，本宫自然舍不得你走。但比起让你留下来继续伺候我，我更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处，好好过日子。主想奴婢走？不是，本宫嫁了自己喜欢的人，也希望你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像江雨冰这样深情的男子世间难得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腿伤拒绝了他的情谊。可奴婢这一走，主的身边就没有个亲近的人了。索性啊，你有这个福气离开宫里，去过平凡安宁的日子，就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你知道的，这样的日子本宫有多向往。可是这辈子，本宫也只能留在这儿了。主的话，奴婢记着了。好好跟江雨冰在一块儿，本宫一定会让你体体面面的出家的。索性今日啊，可真是美。索性为人忠贞，皇上也看重。这一次得皇上赐婚，嫁给江太医，真是让人欢喜啊！
主，奴婢嫁人以后不能再日夜伺候您了。哭什么？大喜的日子。张宇斌，你可要好好的待索性啊！微臣一定尽心尽力地待索性，疼惜索性。听说你置了宅子，你们就好好过日子。有什么短的缺的，就尽管跟本宫说。微臣感激娘娘，家里一切都安置好了，还请娘娘放心。奴婢不愿远离主，但求日后得闲的时候，还能在进宫当几日差也是好的。只要你愿意，翊坤宫随你出入。谢皇贵妃娘娘。好了，吉时也到了，索性该欢欢喜喜的出嫁了。皇贵妃娘娘和索性主仆情深，难舍难分，可是也不能耽误了吉时啊。娘娘该给索性盖上盖头了。吉时已到，送新人出门。真好。索性海你好，索性海找你来。真好。来找一个呗。索性，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出了宫就可以安身过日子，不必再担惊受怕了。奴婢就是担心您现在一个人，宫里能伺候你的大丫鬟就是灵芝和云芝，您又不肯要新人。等有了放心的人再说吧。索性，索性，李公公，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好不容易换了职，还好赶得上来送一送你们夫妻。你是在皇上面前当值，何苦还跑这一趟？你们的喜事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咱们仨是旧相识，如今索性有了好归宿，我也就心安了。索性，你和姜太医好好过日子，宫里有我伺候皇贵妃娘娘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京郊有50亩良田，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，可不许推辞啊！哎。多谢李公公。索性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你带荣华，我就说过，你定会荣华平安。是的，承你吉言了。宫门快关了，皇贵妃娘娘、李公公，我们该走了。哎。快走吧，主，快走吧。
夜深了，您弹着北琴，若是被皇贵妃听见了，珍叔走了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连弹弹北琴都不许了吗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想想皇上从中秋到现在，一次都没来过启相宫。从前他最爱听我弹北琴，如今也只能弹给自己听了。怎么会呢？皇上对主一切如旧，并无怠慢。罢了，你也还算得力。就算珍淑姐姐不在，奴婢也一定会为主尽心尽力地办好差事的。他们都以为我没用了，还早着呢。恭喜主，贺喜主，荣升嫔位。都起来吧。谢令嫔娘娘。都下去吧。主如今是一宫主位了，可以自称本宫了。这永寿宫虽然都是本宫一个人住着，但未曾封嫔，算不上主位。这正殿呀就不能坐，如今也算是名正言顺了。怎么了，主？不高兴吗？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成了主位，自然百感交集。方才婉嫔和令嫔来谢过恩。封了嫔位，自然要谢皇上恩典。这婉嫔啊，无才无子，无非是因为是前抵旧人的缘故，才得到了晋封。令嫔呢，虽然得到过朕的宠爱，但是她平平无才。此次你被冤之时，她也极力求情，也算是有德了，嘉奖她也是应该的。皇上赏罚分明。说到责罚，金氏降为贵人有大半年了，这些日子朕一直不曾理过她。那皇上的言下之意是要理会他了？这金氏啊，到底是皇四子，还有皇八子之母，也是第一个嫁入大清的御史贵女。这些日子，朕对她的责罚，对御史王爷的敲打，也算是让他们长了记性。那皇上要复金氏妃位？若是要复妃位，朕也不肯的，但嫔位总是要的。否则，御史那边修书来问候金氏，知道金氏没有受到朕的恩泽，也会揣测朕是不是还对他们御史王爷的失德之行耿耿于怀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敲打即可，一直严惩就不行了。如意啊，如今你已是皇贵妃，要以大局为重啊。臣妾明白。皇上，若金氏再有不轨，您要怎么处置她？不至于了，这已经对她做出了严惩，她也吃了教训，想必她不敢再犯。若是她再有越轨之心，朕也绝不容她。皇上有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贵人金氏，性行温良，端庄淑瑞，敬慎居心，柔嘉为则，深为朕心，复为嘉嫔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
这前朝后宫本是一家，家贫父贵，皇上看的也是他母族的面子。我啊，只盼呢能得皇上真心相待，而不是因为这些什么旁的缘由。主儿，令嫔娘娘来了，请她进来吧。请皇贵妃娘娘安，余妃娘娘安，淑嫔姐姐安。起来吧，坐。听说皇上复了金氏为嫔，他犯了那么大的错，不配复位啊。配不配，皇上自有定夺。令嫔怎么这般着急？是在担心什么呀？妹妹是担心家嫔再欺凌我了。虽然都是嫔位，可她是御史贵女，有母族帮衬，又会谋算，求什么得什么，不像妹妹，恩宠今日有明日无的，想求个孩子都得不到。罢了，再不满咱们也不能说，免得皇上不快，只能做个聪明人，把嘴闭上好了。皇贵妃娘娘，淑嫔姐姐，咱们可都是伤心人啊。淑嫔，你还年轻，孩子总会有的。你也是。是。其实皇贵妃正当盛年，也该喝些坐胎药，以备有孕啊。子嗣的事儿都是命中注定的，喝再多的坐胎药，强求也是无用。也是，自从听了皇贵妃的劝啊，我这十分想要孩子的心，如今也淡了。这坐胎药，我都很久不喝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该先告退了。姐姐，那我也回去吧。那改日再来陪皇贵妃说话。好。主，今儿是15，去安华殿上香最是灵验了，让奴婢陪您去一趟吧。春展，这本宫吃了坐胎药有些年头了，怎么一直没个动静啊？若不然，就把药停了吧。这药是皇上赏赐给淑嫔的，咱们弄来啊已经不容易，若是不喝，怕更难预喜了。对，家嫔也向太医院求了坐胎药，可仔细着，咱们的方子不能被他选了。那是，皇上赏赐的总好过太医院赏赐的呀。主放心，家嫔知道不了。主儿，夜深了，该睡了。我再画几笔。以前皇上来看纯贵妃，顺带也会看看主儿。自从纯贵妃失宠，您更是连皇上的影子都看不见了。如今您都封了嫔位，皇上也没来。看不见皇上，皇上也在我心里啊。主儿，你别再说话了，我正在画眼睛呢。你看，皇上的眼睛在看着我呢。皇上和淑嫔妹妹在看什么书啊？这么有趣。是纳兰容若的《饮水集》。臣妾入宫前就知道皇上最爱纳兰词。这纳兰的词啊，确实极好，读起来啊，口嚼有香。臣妾最爱的是一句
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心绪凄迷。纳兰容若写情真挚浓烈，又不似灰飞烟灭般穷尽，必得细细读来，才得隽永之味。这良日如斯啊，本该与两位爱妃饮酒作诗的，总胜过前朝的老头子在朕的耳根前聒噪。罢了，等明日朕将张廷玉告老还乡的折子发出去之后，朕就可以清静些了。皇上国事安定，可家事……皇上啊，永璜的福晋来回禀，说开春以后，永璜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的。皇上得空该去看一看呀。这永璜的病啊，无非是自己的心思重，而且生了不该生的心思。朕已经叫齐汝去给他瞧瞧了，让他安心静养，不要再生这些无妄之想了。可是臣妾放心不下。那得空的话，你就和纯贵妃去瞧瞧他吧。是。阿娘，皇娘要害你。大爷，阿娘，大爷，大爷，你是不是又冒眼了？你怎么又吐血了？臣妾去找太医。不要了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皇娘她……既然是孝贤皇后的继承，你是不是又惦记着她了？我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。您这是病糊涂了，妾身给您热了药，您还是先喝下。我不喝，不喝。喝这些老日子做什么？喝了这些年也不见好。您是太思念额娘了。额娘死得太冤屈，要不是额娘死得早，我也不至于被皇阿玛冷落，失了父子恩义。插上一朵紫色的，鲜亮些。姐姐真是好眼光。你呀，坐胎药停了许久，气色也好多了。只是皇上还是照例赏着药来，总觉得自己有负深恩。珠儿，大阿哥府里来传话，说大阿哥恐怕是不行了。纯贵妃知道了吗？大阿哥福晋先来禀报你，奴才已经差人去告诉纯贵妃了。你去吩咐备轿，你去禀告皇上。走，姐姐慢走。永华，永华，谢娘娘安。皇贵妃安。起来，都起来。皇贵妃，你看看永璜的样子。额娘，齐太医怎么说啊？回娘娘话，太医说大爷梦魇缠身，日夜不安，心气断断续续。自从被皇上申斥，这2年大爷忧思不堪，又不肯告诉妾身，好几次从梦中惊醒，还大哭说自己不孝。前几日，孝贤皇后的继承，大爷梦魇更厉害了，说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。妾身你胡说八道什么？
皇是最有孝心的，他找先世的孝贤皇后理论什么？糊涂油蒙心了，红口白舌的就拉扯着永皇不孝。依本宫看来，永皇身上不好，都是你们这些不知轻重的人给挑唆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纯贵妃也是为了永皇着急。是妾身知错了。额娘，额娘，皇，额娘，额娘，永皇是皇大的亲额娘，哲敏皇贵妃。皇上，方才三宝急报说大阿哥怕是不大好了。什么？废将，这要见永皇。这。这是什么药啊？回两位娘娘，这是提神的药，大阿哥怕是回光返照了，有什么能说的话，赶紧说了吧。永皇，母亲，永皇，母亲，想来永皇有话对皇贵妃说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出去吧。多谢母亲还惦记着儿子，这个时候还来看儿子。你小时候第一次叫我母亲，那时候你就是我的孩子，而且永远都是我的孩子。儿子自幼便失了额娘，被人欺辱，是母亲给了儿子关爱，给了儿子牺牲。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儿子一直不敢忘记，只是儿子对不起母亲，儿子也好想争气，还曾经动过算计母亲的心思，如今怕更是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。哪有母亲和孩子计较的？永皇啊，你这病就来自于忧思，你就不应该想那么多，好好的养好身子，才是对母亲的孝敬。儿子自知怕是不能了，这段时间啊，儿子总是梦见我额娘。儿子该是去找我额娘了。你额娘哲敏皇贵妃要是地下有知，她也会让你好好养病，不要胡思乱想的。母亲，母亲，是孝贤皇后害死了额娘。话嘛，骂儿子对孝贤皇后不孝，儿子是真的孝敬不了啊！我恨他。永皇，宫里边是有这样的闲话，可是闲话是不能往心里走的。这不是闲话，是有人明明白白
告诉儿子的，有人告诉儿子，孝贤皇后当年是如何怨我额娘先生下了我这个长子而容不下他，又是如何怨我额娘再有孕而动了手脚，害死了额娘和我的未谋面的妹妹。有人告诉你的？是，只可惜，我明明白白知道的时候，孝贤皇后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了真相，也没有机会给额娘报仇了。母亲，儿子的心好恨呐！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是嘉嫔。瞿太医，瞿太医，为两位娘娘，大哥红了。永皇，多谢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都一天了，皇上就这么躺着，也不说话，奴才都愁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你来了。永皇的丧仪都料理好了吗？都料理好了。
皇上就安心吧。你看看这枚青玉佩，一对子母狮，是朱茵的陪嫁。虽然都是富察氏，但她的家世远比不上孝贤皇后，所以这枚玉佩并不算十分名贵。她生前一直带着这玉佩，一直到死才摘下来，所以朕叫人封存起来，留个念想。你看，这子母狮十分亲热，天伦之乐毫无嫌隙。皇上是想念哲明皇贵妃了，臣妾知道皇上心里难受，可如今哲明皇贵妃和永皇也算是母子团聚了。如意啊，朕不是不愿意给永皇脸面，去参加他的丧仪，是朕不敢面对。永皇病重的时候，朕不愿听到他一点点病重的消息，甚至不愿去见他，因为朕怕他见到朕只剩怨恨的眼神。朕也不想再一次自己的孩子走在朕的前头。臣妾明白的，所以将皇上的意思告知永皇的府里了。王公命妇也都去致哀了。自从朕登基之后，一直勤政爱民，敬慕上天。可为什么朕的孩子一个个走在朕的前头，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？朕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朕知道永皇是死于心病，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朕也知道他有了夺嫡之意。做阿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是欣喜的，可是长大了无能，让人担心；有野心，又让人害怕。历代以来，皇子争权就是作为君王最忌惮的事情。皇上您真当慎念，如日中天。如日中天之后，便是夕阳西下了。朕为了防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不孝，所以朕防着永皇，也斥喝了他。可是朕的心还是疼爱永皇的，毕竟所有孩子当中，他是陪朕最久的一个。永皇若知道皇上的心思，在九泉之下也会有安慰。永皇临走的时候念念不忘哲明皇贵妃，深感自己不能尽孝。永皇还告诉臣妾，是嘉嫔告诉他，哲明皇贵妃和二公主是孝贤皇后害死的，所以他记恨孝贤皇后，在他灵前无状，惹得您当众斥责。要不是嘉嫔挑唆，永皇不会失了您的欢心，郁郁而终的。孝贤皇后临死之前，朕问过她哲明皇贵妃的死因，她发了毒誓，绝不承认。可是哲明皇贵妃去世之后，宫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。若是嘉嫔真和永皇说了这些话，多半是听信了流言。说到底，除了永皇自己有争夺之意，朕的疑心也逼死了永皇。如意，朕在万人之上，俯视万千，
可这万人之上，就是无人之巅了。朕总觉得孤零零的。到朕的身边来，朕想和你一块儿。臣妾不是一直都陪着你吗？如意啊，朕一早选定的就是你，做朕的嫡父亲，做朕的正妻。小贤皇后离世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。皇上，皇后之位，臣妾惶恐。惶恐？为何惶恐？是因为你姑母吗？如意啊，你与你姑母不同啊。姑母与臣妾有何不同？我们都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爱的男人都是九五之尊的皇帝。乌拉那拉氏又如何呢？早年的情事，朕也身不由己。不过现在都过去了，朕要谁做朕的皇后，都是朕拿主意。你听着，朕是皇帝，也是人夫。伴随在朕身侧的，是朕的皇后，也是朕的妻子。皇上，臣妾从来就不想做皇后。可是姑母去世的时候问过臣妾一句话，臣妾是犹豫的。什么话？姑母问臣妾，想不想和弘历生同亲，死同穴？臣妾是想的，只是要和皇上生同亲，死同穴，只能是皇后。这就说明了，咱们是注定要在一块儿的。如意，在这无人之巅，朕觉得孤单得很。朕想让你在朕的身边。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，可好？好，好，好。自打皇上传出要立您为后的意思，奴婢看这满宫里人人都得对未来的六宫之主毕恭毕敬啊。行了，不要喜形于色，免得落人话柄。是。香袋，到花园别院。白娟，到厢房，快点儿。那些是哪儿来的宫女？主儿，这些宫女都是家中无人才继续留在宫中服侍的。都是内务府新从圆明园拨来的人，说是做惯了事极老练的，正训了话要拨去各宫呢。赵公公，凭什么你把收了银子的都拨到东西六宫伺候，咱们几个没钱使银子给你的，便拨到浣衣局当差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就银子最大，你还扔着？三宝，请教。今天就让你去。
长长记性。赵全才，皇贵妃娘娘在此，你也敢造次？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贵妃娘娘吩咐，赵全才专横跋扈，自己去慎刑司领武士大棍，从今儿往后就不必在内务府当差了。皇贵妃娘娘恕罪，皇贵妃娘娘恕罪呀！三宝，把那宫女带过来。这，你过来一下。是。三宝，你去内务府知会一声，让他们做事儿公正些，要不然赵全才就是个例。这。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。你是个直性子，胆子也大，只是把话都说出来了，不怕吃亏吗？奴婢吃亏不要紧，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。倒是个有主意的，本宫喜欢。来翊坤宫当差吧。多谢皇贵妃。走吧。是，回宫。到底还是轮到他了。额娘，你说什么？从前皇上就是选的他为嫡父亲，只是被先帝和太后给拉了下来。如今这个皇后之位，到底还是让他给做了。额娘，你别担心，就是贤娘娘成了皇后，可宁有我和永璇，她却什么都没有。儿子，皇后之位额娘是没指望了，但是这太子之位，非你莫属。虽然封后大典皆有成立，由礼部还有内务府全权主持，凡文缛节不需要姐姐过问，但妹妹自会从旁协理。这就像当初嫁入前邸的时候，有着旁人一一安排，我只需要披上嫁衣便可。是啊，姐姐，大礼的衣裳已经量定，凤冠也已经制成了。虽然立后有旧例可原，皇上还是叮嘱啊，要一一精心制作呢。遗嘱用点点心吧。你还特意从宫外赶过来，真是有心了。主妻立为后是天大的喜事，奴婢恨不得日日侍奉在侧，为主尽点心意。对了，姐姐，刚才那个容佩她如何呀？我瞧她都不笑，也不说话。容佩啊，容佩性子果敢，做事利索，心思也细腻，倒是不错的。那底细呢？查清楚了没有？底细三宝一一都摸查过了，出身孤寒，无根无依的，底细干净。都仔细着点啊，这可是翊坤宫的东西。皇贵妃娘娘在吗？您来了，我们主在的，快往里请。内务府总管太监秦丽为您送上贡的彩缎来了，送回去吧。这样鲜艳的彩缎，皇贵妃娘娘不会喜欢的。这位姑姑是？我是翊坤宫新当差的容佩。哦，原来是新来的，怕是不知道皇贵妃的喜好，也不知道这宫里的规矩吧？这些彩缎是供封后前才衣的，自然肤彩鲜明，不用彩缎，难道用素缎吗？就是素缎才好。真是不知道轻重忌讳。来啊，把这些东西送进去，给皇贵妃娘娘过目。这些要母东西不许进翊坤宫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秦公公也配？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娘娘，
是奴婢不让这些彩缎子进翊坤宫。大阿哥新丧不满100日，主哀痛于甚，怎可转头就取内务府中鲜艳缎子？岂不负了主慈母之心？为此缘故，奴婢才冲撞了秦公公。内务府为皇贵妃筹备封后事宜，皇上也说这些彩缎虽是贡品，但只可在封后前一穿，立后之后自有更好的蜀锦送进来，还请皇贵妃娘娘暂且将就。永璜刚过世，本宫不想耀眼夺目的，就换些素色的缎子就好。那奴才告退。随我进来，容妃。是。请娘娘恕罪。娘娘若要责罚奴婢顶撞秦丽，奴婢没什么可说的。可奴婢自觉并无做错。你知道秦丽是什么人吗？内务府总管太监。那你还敢顶撞他？秦丽带着这些大红大紫的彩缎来，说是好心奉承，可娘娘若裁制新衣穿上，难免落人口实，说娘娘不顾惜大阿哥新丧。娘娘即将封后，这是喜事，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奴婢不想让娘娘白白落人口舌。容佩，你见识极明白。内务府的这些奴才们做事游惯了，你能够心细如发，处处替姐姐着想，又能够不卑不亢，是个可靠的人呢。主身边有容佩这样的人，奴婢也放心了。容佩，你在圆明园当差的时候受尽了白眼，所以别人抬你你不受，踩你你也不怕。本宫喜欢你在身边。奴婢多谢娘娘夸赞。奴婢受辱，是娘娘救护，所以除了娘娘，旁的人奴婢一个不听，一个不认。索性，你带着容佩给满宫里的人都瞧瞧，知会大家，容佩从今往后顶替你的位置，做翊坤宫的掌事姑姑。是，奴婢多谢娘娘。永璋，你们同在上书房读书，朕查过你的学业，4人之中，你读书最备了，见识最浅薄。告诉朕，你如何教导你的皇帝们？皇阿玛，儿臣等在上书房读书，4哥最勤，3哥最闲。3哥知道儿臣和6弟不甚聪颖，只得苦读而已，所以3哥常常停下为儿臣和6弟讲解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请皇阿玛不要再怪3哥了。你这个做弟弟的，还敢替他求情？分明是他学业不成，还怎么教你和永荣啊？皇阿玛，正是因为3哥常常指点我和6弟，所以才落下了功课。但是在儿臣心里，3哥最是友善。永璋，你爱护幼弟，倒也有心。罢了，朕也不求你多长进，回去多读读《孝经》，懂得孝悌之礼便好。纯贵妃怎么在这儿？请皇贵妃安。起来吧。谢谢姐姐。是皇上叫永璋来问书，我怕皇上又训斥永璋。好在我阿哥他会说话。皇上怕是还要问功课，不如我们一起回吧。想起在前底时，永璋刚落地，白白胖胖的一个小人儿，你也刚当额娘，我总是去看你们。是啊，日子过得可真快。听闻纯贵妃现在奉佛念经，已经吃全素了。自从孝贤皇后崩逝，总不知哪里行差踏错，惹得皇上对我不满。你也是爱子心切，才会让人教唆。你我相处多年，怎不知你是个好脾气的？
没想到这时候只有你来安慰我，怪不得竟是你成了未来的皇后。我呀，败也家事，成也家事。我无子嗣，贤明也不如孝贤皇后。也许皇上就是因为这个，才选我为后吧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也别无他求，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平安有福地长大。可是压在我头上的那些人都没了，便生了痴心妄想，也听信了家嫔的奉承，以为自己有资本可以争一争皇后之位，为自己的孩子争一个嫡出的身份。我实在是糊涂了，但求你能谅解。起来，起来，我明白，也无意怪你。我无子嗣，所以我不会对任何一位皇子偏袒，也不会跟你计较旧事的。真的？不为别的，就为我们共同养育过永璜，也为在前底时你我之间的亲密。皇贵妃若有此意，便是保全我们母子了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，坐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明日天一亮，行过礼，你就该叫哀家皇额娘了吧？哀家最不中意你做皇帝的皇后，但最终还是你走到了这个位置。臣妾有今日，全都仰赖太后。哀家可不敢受你这个仰赖，是皇帝执意要选你。哀家当年跟你说过的，不过是要你好好思量，不要学你姑母那样作茧自缚。臣妾记得，臣妾记得，当年臣妾对太后说，臣妾对后位并无心思。是啊，那之后，皇帝晋你为皇贵妃，如今你要晋为皇后了，这话又怎么说了呢？臣妾还是敢说，臣妾从未妄求过皇后之位。你自然可以得意。你这个后位不是你自己争来的，是皇帝拱手给的。皇上的情谊和厚爱，臣妾万分感谢，不敢得意，没有珍惜。太后，臣妾想问您，先帝在您面前掉过眼泪吗？永璜过世的时候，皇上在臣妾面前强忍着眼泪。他说他不敢面对永璜的过世。皇上说，他欢喜皇子的长成，也害怕皇子的长成。他说他在万人之上，却也在无人之巅，孤零零的没人陪伴。那个时候，臣妾只想对皇上说，皇上一直让臣妾安心的话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然后皇帝就跟你说，让你陪伴他，成为他的皇后。是，那不正好合了你那颗心？臣妾是想和心爱的人携手并肩，不过对于后位，臣妾也向皇上坦诚，面对后位，臣妾惶恐。因为你姑母？
姑母对臣妾的叮嘱，太后也知道。这份叮嘱，过了这些年，臣妾也没想明白，以至于皇上说到后位的时候，臣妾的心里亦是逃避。也是皇上的一句话，让臣妾猛然惊醒。这些年，或许是因为姑母的叮嘱，臣妾受困于皇后的身份、中宫的位分。只是这些，都不是臣妾在意的、想要的。臣妾真正在意的、想要的，只有皇上的情分。皇帝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？皇上说，他是皇上，也是人父。他希望陪在他身侧的是皇后，也是妻子。太后，臣妾心中所向，并非后位，而是皇上的妻子。哀家本以为你比你姑母精进，你说这话，却也不比她强到哪儿去。皇帝是天子，身在万人之上，无人之巅，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女人的夫君。便是皇后，也只是他们身边的臣子、奴才。太后，难道您从来就没想过要当先帝的正妻吗？哀家从未做过皇后，当然不可能没想过后位，但哀家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后位，更没有执念于君心，因为君心从来就是这世上最难揣摩、最难把握的东西，也是最不可信赖的东西。好了，你今儿来说了这么多，哀家明白了你的用心用情。你是皇帝亲选的皇后，哀家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，只是哀家再警醒你一句：作为皇帝的继后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而大清开国以来，你们乌拉那拉氏的皇后更是不易。臣妾或许看不清后位，看不清前路，也不够看得清皇上。可是臣妾看得清自己的心。臣妾不喜欢孤寒高位，可皇上说他孤单，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。去吧，皇帝正等着你呢，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吧。臣妾多谢太后。2年了，兰花，朕决定要册立继后，朕定的是如意，朕特意来告诉你一声，希望你在九泉之下能够明白朕的决定。皇阿玛，景色，你回来了。
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让皇阿玛好好瞧瞧你。皇阿玛册立新后，让女儿回来观礼，女儿自然夜以继日赶回。这时别2年，你在边地过得可还好？儿臣一切都好。好，坐吧。皇阿玛，听说额娘临终时举荐的皇后，并不是贤娘娘。或许在你额娘的心里，如意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可是朕觉得合适。儿臣听额娘说过，贤娘娘是皇阿玛一早就倾心的人。可是贤娘娘没有家室，没有儿女，只怕其他娘娘们都会不服。正是因为没有家室儿女，才不用像你额娘一样，为了家族还有儿女筹谋，而费尽了心血。皇阿玛心意已决，儿臣也不能多说什么。只是听说，皇阿玛让舅舅做册后的册封正使。是，你舅舅在，可以增添如意册后的荣光。可舅舅是额娘的亲弟弟，怎可做继后的册封使？他是臣子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什么可为，什么不可为，你舅舅的心里自然清楚。皇阿玛决断就是。那就好，你留下来陪你额娘说说话吧。朕先回宫了。恭送皇阿玛。额娘，您走了，皇阿玛终于要立乌拉那拉氏为继后了。可您别难过，有得宠就有失宠。额娘您有儿有女有家室，却仍有伤心之事，女儿就忍着等着，等乌拉那拉氏伤心绝望的那一天。
姐姐，你终于走到这一天了。主穿着皇后的朝服，真好看。姐姐，我真想这样一直陪着你，只可惜，我和索性还要去预备观礼，不能送你出门了。你们都去预备吧。放心吧，我会一步一步好好走到皇上身边的。布阵中宫，虚悬已久。皇贵妃乌拉那拉氏，秀玉名门，祥中士德，早从前邸，克贤内则。今兹养成皇太后慈玉，以金册金宝，立尔为皇后。钦哉！受册。宣宝，皇后之宝。臣妾叩谢皇上隆恩。行6肃3跪3拜礼。立后之日，皇上钦定的8月初2，这个是个好日子啊。本宫加入前邸的时候，也是8月初2。请皇后娘娘至太和殿。
臣妾乌拉那拉氏受恩于君，令主中宫，必恪尽厥职，端礼后宫。臣妾叩谢隆恩。皇上皇后凤凰于飞，和鸣铿锵，白首之喜，百年河心，跪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一叩首，二叩首。同心，万事齐成。皇上，龙角高台揭盖头了。作福。饮合卺酒。请皇上皇后饮合卺酒。皇上皇后百年合欢。上子孙饽饽。皇上皇后多子多福。生的，要的就是生的，千金难换皇后娘娘这句话。皇后说生的，自然是生的，啊。礼成。恭贺皇上皇后娘娘大喜！咱我先松饭些吧。皇上啊，臣妾今日是累坏了。是啊，真的脸都笑僵了。朕知道，
今日皇后的册礼让你受累了。臣妾的腰都快断了。是吗？真替你捏捏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真的力道还可以吧？可以，皇上力道深厚。哎呀，如意啊，你知道吗？此刻朕的心里啊，才算是真正的踏实了。不只是你做了朕的皇后，而是你终于可以真真切切的同朕在一起了。朕知道，这一路上你受了许多苦，可如今呢，你是朕的正妻了，可以生同亲，死同穴，咱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皇上啊，臣妾但愿和皇上此生长久，不相欺，不相负。好，此生长久，不相欺，不相负。君无戏言，这个君不仅是天下君王，更是你的枕畔夫君。那不如咱们安置吧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瞧你累的。好，来人，更衣。这封后大典真是风光啊！皇上对皇后娘娘真好，皇后娘娘可真美，真好看。聊什么呢？皇上都休息了还聊，赶紧收拾去。是。林大人辛劳啊！李公公辛劳，这皇上大婚，这一刻也离不开您呢。今儿是喜事，再忙也高兴。是，我再去那边看看。李公公辛苦。柱儿，咱们更衣就寝吧。本宫第一次见立后大典呢，真是热闹宏大呀！怪不得人人都想往上爬。柱儿，您的路还长远着呢，将来一定会青云直上。青云直上，本宫这辈子怕是没指望成为皇后。若能做个皇贵妃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样，额娘就不会看不起本宫了吧？柱儿，让奴婢扶您进去歇息吧。都喝这么多了，还要喝？你这不折腾人吗？哎呀，你今儿是真高兴啊！啊，看着皇上娶亲，你也想娶了是吧？嗯，这是你说的啊，你别扯上我。哎，我现在还真有一姑娘，每天让我朝思暮想的，就是令嫔宫里的兰翠。哎，那模样，令嫔身边的人。人，你想都别想。怎么着？你是又担心令嫔了吧？这皇上立了皇后，你怕她被冷落？谁说坐上皇后的位子就可以幸福美满、高枕无忧了？嘘！哎呀，兄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倒是觉着，可能会有更多的痛苦，让人心疼。嗨，这谁的婆娘谁心疼？你心疼个什么劲儿啊？切！你说说你，这把年纪了还不成个家，
整天孤单单的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整天孤孤单单。我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在我心里落下一个影儿，一个只能远不能近的影儿。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，但是他的高兴和伤心我都懂，我懂。现如今都好了，我自然是高兴的，我很高兴。但是高兴之余，我还是担心，不知道来日他还会受多少痛苦，还有磨难。你看看你，还是想着你的令主不是？来，我陪你喝。青音，你终于当皇后了。你真不愧是乌拉那拉氏的女人。皇后娘娘到。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坐吧。纯贵妃，本宫这儿有珊瑚笔架一个，湖笔一套，永荣正在练字，等下你带回去便是。皇后娘娘的关爱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嘉嫔今日为贺皇后娘娘正位中宫之喜，打扮的可真是娇艳啊！臣妾等侍奉皇后娘娘，穿戴再好，也只是博皇后娘娘一笑罢了。今儿嘉嫔穿这么身鲜艳衣裳，难道也是讨皇后娘娘欢喜吗？令嫔一心只想讨好皇后，可本宫心里只惦记着皇上说过喜欢本宫穿红色。皇后娘娘不会怪臣妾吧？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，嘉嫔惦记着皇上，等同于惦记着本宫。皇后娘娘是新后，可这翊坤宫是旧殿，意为辅佐之意，指辅佐中宫坤宁。如今您都是中宫之主了，怎么还住着辅佐之殿呢？嘉嫔身在嫔位，却有胸怀六宫之心啊。皇后便是皇后，是名正言顺的六宫之主，不管住在哪里，都是皇上的正妻。虽说都是正妻，但这续娶与嫡妻总是不一样的。对了，纯贵妃，你是汉军旗出身，你自然记得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，是叫续弦，还是填房来着？嘉嫔这话实在是太刻薄了。刻薄归刻薄，说的却是真话。嘉嫔说的是真话，本宫确为继后。只是嘉嫔也需明白，无论是你说的续弦还是填房，如今是谁坐在后位上才是最要紧的。嘉嫔未曾做过后位，想来也是不大会明白的。
这么着吧，本宫昨日封后大喜，今儿也高兴。既然家嫔如此在意名分，本宫就复你贵妃之位。不是皇上的意思。后宫之事由本宫做主。嘉贵妃，还不赶快起身谢皇后娘娘的恩典？谢过皇后。纯贵妃，你是嫔妃当中资历最深的，从今往后也要助本宫约束众人，谨记宫规。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。起来吧。容佩，在。去把本宫赏赐给纯贵妃和嘉贵妃的耳坠呈上来。是。左边是纯贵妃的，右边是金玉妍的。好，皇后娘娘留你在，是为了让你好好看着。纯贵妃为尊，您为先。这副是皇后娘娘赠与纯贵妃的。这玛瑙明珠耳坠真是华贵。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这一副是皇后娘娘赏嘉贵妃的。这是红玉髓的耳坠。怎么，嘉贵妃不愿意领受皇后娘娘的心意吗？皇后娘娘赏赐的耳坠，臣妾即刻便戴上，以表敬重。多谢皇后娘娘。臣妾回去自会带上。嘉贵妃若是真有心，此刻带上便是了。您可别忘了，您这贵妃之位还是皇后娘娘给您赋的呢。孝贤皇后在世时最忌奢侈，如此华贵的耳坠，臣妾实不敢收。红玉髓不如玛瑙珍贵，那是因为纯贵妃资历深厚，儿女双全。地位该在嘉贵妃之上，这也是本宫的不是，以为在宫中尽人皆知，所以没有一早告诉嘉贵妃红玉髓和玛瑙的区别，也叫嘉贵妃觉得红玉髓是华贵之物，并可用来一步登天。我们蒙汉女子哪里会分不清玛瑙和红玉髓呀？就连妹妹出身寒微，也知道这个。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，不需要你来提点。皇后娘娘的用意，臣妾明白了。你明白吗？你明白什么是对错，什么是是非，什么是安分守己吗？本宫赐你这对红玉髓耳坠，就是要时刻提醒你，不要生事惹祸，辜负了本宫的深意。这耳坠穿孔的针深，比寻常的粗了2倍不止。臣妾的耳洞太细了，穿不过去。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嘉贵妃，
穿不穿得进是奴婢的本事，肯不肯让奴婢穿，便是嘉贵妃自己的心意。贵妃复位来之不易，妹妹可别轻易又丢了。仔细你的爪子，小心伤了本宫。嘉贵妃，您得忍着点儿，为了记住教训，总得吃些苦头。你的手爪子是什么做的？手爪子？嘉贵妃当初把索溪送到慎刑司，自己是没做什么，可慎刑司那些奴才，不就是嘉贵妃您的手爪子吗？您的手爪子随不随您的心，奴婢不知道。可是现在奴婢的手爪子不听奴婢使唤了，非要钻您的耳朵，您说怎么办？皇后，你就看着你的奴才欺凌臣妾吗？嘉贵妃，您身为妃嫔，皇后娘娘身为中宫，只能教导，不能责罚，何来欺凌呢？皇后，索性的腿坏了，是慎刑司的人下手太重，皇上也责罚过臣妾了，如今连皇上都不计较了，您还要怪臣妾吗？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，这是赏赐，不是惩罚。皇后是拿着赏赐之名来报自己的私仇，嘉贵妃可别会错了意。臣妾不服。本宫是皇后，坐在了你最想坐的凤位上，所以对你赏也是罚，罚也是赏。就像皇上对御史逼死发妻的那位王爷是一样的。就算是王爷做错了，皇上也责罚过了，轮不到后宫夫人来说三道四。皇后娘娘够宽宏大量了，作为嫔妃，说话不用敬语，还穿着正红冲撞中宫。嘉贵妃，你再尊贵，再远道而来，你也跟咱们是一样的，都是妾罢了。臣妾也曾听说，这御氏一族遵守儒法，妾室就永远都是正室的奴婢，妾室的孩子也就是正室孩子的奴婢。怎么嘉贵妃离开了母族，就尊卑不分了呢？本宫只想提醒你，你的一切错处都干系到你，还有你的2位皇子。你仔仔细细的想明白了。嘉贵妃，您别再挣扎乱动了，否则就是您自己不小心伤的耳朵。再说了，您规规矩矩一些，奴婢很快就给您带上了，您也少受些罪。大伙儿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本宫也觉得好看，不过疼吗？皇后娘娘明知故问，
疼就好，疼才记得教训。立心，你可要回去好好的照顾嘉贵妃啊，别像真叔一样，一个不小心便被打发了出去。真叔有御史母族可回，你可没有。是。嘉贵妃，您的眼泪珠子太珍贵了，要留，别留在奴婢面前。在奴婢心里，您的眼泪和屋檐上滴下的脏水没分别。但您若要把您的泪珠子甩到皇上跟前去，那奴婢也得当着各位主的面回清楚了。皇后娘娘给的是赏赐，是奴婢给您带上的。若是伤着碰着，您尽管冲着奴婢来，奴婢没二话。但您若要把脏水往皇后娘娘身上泼，那您就歇了这份心吧。满宫的嫔妃主都看着呢，这是您自己愿意承受的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您自己做过的那些亏心事，这也是该受着的。臣妾等眼见耳闻，绝非皇后娘娘之责。容佩，去把本宫赏给各宫的礼都拿上来吧。是。主儿忍一忍，奴婢替您摘了它吧。别摘了。主儿，您今日受委屈，旁人都看笑话呢。奴婢替您摘了它吧。张王败寇，他羞辱我也便罢了，他竟然平白无故的提起王爷。王爷也是他被提的，不成，我要带着这个去见皇上，我绝不允许他在皇上面前对王爷说三道四。主，今日皇后娘娘只是训导你，动手的是容佩，皇上要怪也是怪不到皇后娘娘头上的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主，娘娘，您实在不必为了奴婢当面惩罚嘉贵妃的。那时候你从慎刑司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，本宫就说过不会让你白白的受了这个苦。只是再怎么惩罚嘉贵妃，也换不回你那条腿。奴婢一切都好，真的，娘娘不必为奴婢担心。娘娘一路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位置，奴婢只希望娘娘能够平安顺遂，不要因为奴婢而产生什么差池才好。姐姐一步一步从妃妾的位子艰难上来，也是需要宽严并济，制衡余下的。今日，姐姐安抚了纯贵妃，弹压了嘉贵妃，让众人知道什么是赏罚，做的也是极对的。再者，如今姐姐贵为皇后，是中宫，对着嫔妃，只要有理有据，再怎么教导也不为过。就算嘉贵妃告到了皇上跟前，皇上也不会说什么的。所以索性，你不必过于担心。宽严并济，本宫心里有数的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如意啊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巧？正想去瞧你呢。来，坐。那臣妾和皇上是心有灵犀了。那可不，皇后娘娘来的正是时候。皇上听嘉贵妃聒噪了半天，怕也是累了。臣妾正好熬了百合羹，皇上尝尝。哦，百合好啊，百合寓意呢百年好合的意思，是个好意头。
你也尝尝。好喝吗？味道不错。如意啊，方才嘉贵妃来养心殿见朕，哭哭啼啼的，说你弄伤了她的耳垂。皇上既然知道了，臣妾就不必多言了。嘉贵妃一直对你不逊，如今你初登后位，如果不加以弹压的话，只怕她往后难以压制啊。皇上，臣妾不只是要提点嘉贵妃，而是要压制后宫里仰仗母族的风气。皇上因为遇事对嘉贵妃一直格外开恩，他不仅不感念皇恩，还觉得可以仰仗母族，在后宫里任意妄为。这个嘉贵妃对御史的心思，简直比对朕还重。之前也是因为她为御史王爷大悲大痛，纠缠求情，才致9阿哥难产夭折。如今她又出言不逊，朕已经罚他到奉先殿，对着列祖列宗思过了。皇上明断。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如意，来。过些日子就是朕的万寿节了，朕想着给你准备一份礼物。皇上的万寿节该是臣妾送贺礼给皇上，皇上怎么倒过来了？如意啊，你在冷宫待了那么多年，苦不堪言。而冷宫里呢，那些多半是先帝留下来的遗妃，朕已经下旨了，将他们挪去热河行宫好生养老，让他们不再过这样的苦日子了。皇上的意思是？朕的意思是，从今以后没有冷宫，宫中的夫妻一心，绝对没有情绝相弃之事。皇上情深义重，6宫同沐恩泽。如意啊，朕不只是为了6宫，更是为了你。你如今已是皇后了，朕会追封你的阿玛纳尔部，为1等承恩宫。你的额娘呢，就为承恩宫夫人。过些时日，朕会安排你额娘进宫探望你，你们母女俩好好聚聚。臣妾谢皇上，为臣妾想得周全。如意啊，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，咱们终于可以一同入画了。朕已经叫郎世宁准备了，咱们可以同在画中，相依到老。过些时日呢，朕想带你去五台山烧香，想去夜祖祭灵，想去告慰列祖列宗，告慰天地。咱们还有好多地方要一块儿去呢。皇上，兰托千岭福佳气，日上群峰吐紫烟。如意啊，走在这苍茫天地间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。伴随天外云卷云舒，好不快意啊！皇上，您就带臣妾一个人出来，不大合规矩啊。朕想单独和你待一会儿。不算是偏宠吗？朕是这世间的皇帝，你是朕名正言顺的皇后，朕带你出来，看看美好的景色，有何不可？来，答应朕，要陪朕一直这么走下去。
主啊，自您被皇后娘娘穿耳受辱，皇上不仅不为您做主，还日日让您来这奉仙殿罚跪，为9阿哥早上思过。这次夜祖祭灵，寻衅松落，皇上也不带着您。皇上与皇后新婚燕尔，旁人去了也不过是陪衬，本宫去受那份辛苦做什么？这奉仙殿挺好，本宫看着这列祖列宗的画像，挺有指望。主，您说什么呢？这挂着的画像，都是大清历代的皇帝。本宫盼着有一天，我的儿子也能像他们一样，成为大清继位的皇帝。承恩宫夫人，皇上特意嘱咐，您年岁渐大，以后都坐轿入宫。谢皇上厚爱。快到翊坤宫了，皇后娘娘怕是等急了。额娘，请受女儿一拜。皇后娘娘快请起，妾身受不起。先受女儿一拜，再当女儿是皇后吧。皇后娘娘，快请起，让妾身行国礼吧。妾身请皇后娘娘万安。快起来吧，额娘，快起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对你好吧？此番一路和皇上夜宿祭林，寻衅松落，辛苦不辛苦？女儿和皇上一块儿不辛苦的。只要你过得好，额娘就安心了。来，额娘坐。坐这儿。你快坐。夫人，娘娘一早就嘱咐了，这些都是素日您最爱吃的点心。好，好。皇后娘娘至诚至孝，娘娘得以封后，乌拉那拉家续上往日的荣光。你阿玛和姑母在九泉之下，也可瞑目了。你这一路走来有多难，额娘看在眼里，真的心疼。当皇后必有皇后的难处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想想你姑母最后几年，额娘真的好怕。额娘，女儿会小心的，皇上也会好好待女儿的。皇上疼你，最是紧要的。你封了皇后，到府里来给你小妹求娶的人家，都踏破了门槛儿，个个都是重臣显贵。额娘，女儿家能嫁一个疼惜她的如意郎君便好，未必需要豪门显赫。娘娘说的很是，我也是这般想，免得沾染了富贵权势，倒让皇上觉得咱们不安分。额娘明白我就好，弟弟也是承袭爵位就好，不要沾染到官场里边来。都听娘娘的。额娘，吃点点心吧。哎。
手是不是有点凉啊？不凉。皇上，你跟皇后娘娘握着手的姿势非常好。好啊，那你就画下来，看朕与皇后如何执手相看两不厌。好的。皇上，这不合规矩。是不合规矩，但合朕有你的心意。宠爱和被忘在心中。